阁楼内，白小纯神色凝恶，双目睁得老大，可以看到一道道红芒，仿佛怒焰在内燃烧。他的呼吸却从急促趋于平稳，右手抬起时取出火晶，放置丹炉。让我在那么多修士面前丢人！该死的！我白小纯怕天怕地怕打雷，可就不怕凶兽。白小纯低吼一声，袖子一挥，立刻大量的药草飞出，直奔丹炉而去。我就不信了，我收拾不了那些个大毒兽，居然敢吞我丹炉，灭我丹药，害得我没有了战功不说，更是颜面扫地，这是打我脸啊！白小纯越想越生气，带着满腔怒意，如疯魔一样开始炼药。他已经很久没这么疯魔了，双手飞舞时，丹炉轰鸣，其内的药液飞速凝固，在白小纯这炼制下，阵阵药香扩散开来。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3天。这3天里，白小纯没有走出阁楼半步，而是在房间里不断的炼丹，时而还传出阵阵恐怖的笑声。敢招惹我，我让你们知道我白小纯的厉害！哼哼，这丹药威力还不够，你们给我等着！这笑声透过房间传入庭院内，被赵龙与刘丽等人听到，他们都心惧的吸了口气，隐隐觉得白小纯似乎不太正常了。他们也听说了数日前长城上的一幕，知道白小纯的丹炉被蛮荒土著的那种圆球巨兽所吞，也明白了当日白小纯的怒火从何而来。就算是炸炉之法被克制，也不至于如此吧。众人面面相觑时，又过去了半天，直至第3天的黄昏。突然的，阁楼大门被打开，白小纯披头散发，猛地冲出，整个人看去如瘦了一大圈。赵龙，去告诉白灵，我要天丛叶、雌兽香、雄兽骨、地龙根这些药材，今天就要。白小纯一口气说出了数十种药草，说完再次回到了阁楼内，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赵龙有些紧张，他隐隐觉得这个样子的白小纯似乎有种莫名的危险，迟疑了一下后，赶紧外出找到君主白灵。不多时回来后，已将白小纯所需的药草全部带回，小心翼翼地敲开白小纯的房门。在房门打开，药草被白小纯一把抓过去的同时，赵龙也顺着门缝看到了房间内此刻弥漫了大量的粉色雾气。在那雾气内的白小纯，整个人若隐若现，似很憔悴，可目中的光芒却是妖异渗人。拿上药草后，立刻关了大门。时间再次流逝，又过去了2天。突然的，在这一天的晌午，原本天空虽有漩涡，云层笼罩，可却不知为何，竟骤然间有一道道闪电在天空划过，轰鸣间竟有大部分雷霆都直奔宫甲阁而来。巨响撼天，宫甲阁的阵法颤动的同时，白小纯那沙哑的笑声也从阁楼内疯狂的传出。此刻天空闪电弥漫，再配合白小纯的笑声，立刻就让守护在外的赵龙等人纷纷神色变化。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赵龙等人面色变化时，更是看到丝丝雾气居然顺着阁楼墙壁的缝隙竟向外飘散开来，眨眼间就笼罩四方。那雾气仿佛具备灵性，竟在扩散时扭曲中如一条条小蛇。看得赵龙一队人面色再变，纷纷后退。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不知为何，在这雾气出现后，这宫甲阁内竟有大量的蚁虫蜂拥而出，向着四方急速飞奔，仿佛本能的就要离开这里。要知道，在长城上，蚁虫很少看到，可如今看着地面上黑压压、密密麻麻的大片蚁虫，不但刘丽等人头皮发麻，整个宫甲阁都轰动起来，传出无数的惊呼。这是什么缘故？天啊！雷霆翻滚，粉雾扩散，蚁虫逃荒，这是要出什么大事？宫甲阁的这一幕，甚至都惊动了5大军团的修士，即便是在长城外的那些土著，也都能遥遥看到漫天的雷霆轰鸣而去的一幕幕异象，纷纷心惊，不知长城内又在弄出什么恐怖之物。就在众人都心惊时，突然的天空云层轰鸣，一道粗大的仿佛大量闪电凝聚在一起形成的弧形电光，或擦一声从苍穹落下，直接轰在了宫甲阁上，破开了阵法，落在了白小纯的阁楼上。大地都震动了一下，阁楼摇晃，直接坍塌了大半。赵龙等人这一次是彻底恐惧了，他们急速后退，看向白小纯所在阁楼时，都不断的吸气。白大师，他是在炼药吗？赵龙等人心惊时，坍塌的阁楼内，白小纯那让人听了后会觉得恐怖的笑声传了出来。不够，赵龙，你们去将上次的药材给我拿来3000份。赵龙身体一颤，他看着那坍塌的阁楼，看着那里雾气越来越浓密，他有种强烈的危机感。此刻咽下一口唾沫，看了看身边众人，发现刘丽等人都面色苍白，惊疑不定，于是狠狠一咬牙，赶紧外出。等他归来时，白灵也都与他一起过来了。小纯，你别冲动。白灵刚一到来，就看到了那团恐怖的粉色雾气，又抬头看着天空上此刻越来越多的雷霆，他连忙喊道：“你们别管，不就是几个兽吗？老子对付兽的办法有1万种，你们等着看就是。”半晌后，雾气内传出白小纯咬牙切齿的声音：“赵龙，药草扔进来！”白小纯大吼之下，赵龙不敢拒绝，看了看白灵，这才将一个储物袋扔进雾气内。没过多久，
白灵正犹豫如何劝说时，忽然的雾气内传出轰鸣，这粉色的雾气颜色大变，直接成为了红色。与此同时，天空雷霆轰鸣，一道道闪电呼啸间直奔此地，甚至还可以看到，在更远的天空上，此刻居然也有闪电凝聚而来。眨眼间就足有万道闪电轰鸣八方，仿佛形成了一张闪电大网，封锁苍穹。就算是白灵看到这一切，也都骇然的吸了口气，更不用说此刻长城内的那些修士了。哪怕是外面正在冲击长城的蛮荒大军，也都不由得停顿了一下。尤其是在这大军中的那些凶兽，竟全部都不安起来，一个个喘着粗气，看向长城时，纷纷目中露出红芒，仿佛稍微一个刺激就会疯狂。小纯，你别激动，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去遏制那些圆球之兽。白灵眼看着那雾气成为红色，就算是他，也都不知为何有种心惊肉跳之感。这与修为无关，而是本能的觉得那红色的雾气不对劲。不用多说，我白小纯一定要让那些兽知道，白爷的丹炉不是那么好吃的。雾气内传出白小纯的沉喝。此刻的他，在这坍塌的阁楼内部，在那散出高温的赤色丹炉的旁边，头发散乱，甚至打结，面部深深凹陷下去，整个人憔悴无比，可目中却闪动着可怕的光芒。他的四周散放着大量的药瓶。这几天为了炼药，白小纯发狂之下，依靠那些灵酿来维持自身的修为，更是不断的吞下他炼制出的特殊丹药，使得自身可以抵抗这雾气的侵蚀。可以说，白小纯已经拼了。他的呼吸不再平稳，盯着眼前的丹炉，不断的扔进去大量的药草，直至那些丹炉不断的颤抖，震动越来越剧烈时，白小纯大吼一声，双手抬起，狠狠的在这7、8个丹炉上各拍一掌。轰的一声，这7、8个丹炉全部裂开了几道缝隙。随着缝隙的出现，似有一股吸力从丹炉内散出，顿时这四周的红色雾气立刻就被撼动，从四周直奔这7、8个丹炉而去，肉眼可见的消散，全部融入进去。随着雾气的消散，白小纯的身影也显露在了白灵等人的面前。当他们看到那仿佛疯狂的身影时，白小纯仰天狂笑，他的目中金芒闪耀，他整个人如同疯癫了一般。区区大毒兽，这一次我白小纯为你们准备了大礼，我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吞？这可是我用了数千份极品材料炼制，而后又用万道天雷洗去杂质，再以挥发之术将其2次炼化，随后更不惜碎裂炉鼎，再顶碎1刻，用凝炼法展开3次炼化，这才成就出的至高无上、天地绝伦，可以让一切凶兽不分雌雄都要闻之色变，吞之疯狂的神鬼惊恐、万灵骇然之发情丹。全世界通缉白小纯！赵龙瞪圆了眼，刘丽也是目瞪口呆，其他人也都纷纷神色大变，怔怔的看着在那里狂笑的白小纯。发情丹？白灵也愣了一下，可还没等他们开口，白小纯就猛地袖子一甩，将面前那7、8个丹炉全部卷起，身体一晃，双腿不死筋发力，轰的一声拔地而起，卷着丹炉直奔长城。大毒兽，我白小纯来了！白小纯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呼吸急促却不乱，速度飞快，一路轰鸣，距离长城越来越近。白灵目光一闪，压下内心的惊疑，立刻迈步追了过去。至于赵龙等人，也都迟疑了一下，赶紧飞出，要去看看白小纯这一次在如此恐怖的状态中弄出的丹药到底有什么效果。很快的，白小纯就临近长城，身体一跃而起，直接就来到了城墙上，大吼一声，直接将手中的这7、8个丹炉向着外面狠狠的一扔。此刻的长城外，蛮荒的土著部落，那些巨人正与无边无尽的魂海一起，正在发动攻击。尤其是这段日子，随着丹炉失效，冤魂在星号控时，因没有了威慑，变得更加轻松，也就使得那些炼魂师可以将精力放在那些特殊的冤魂上，使得这战争比之前进展了不少。每天的轰鸣之声也多了数倍，而有冤魂作为辅助，土著死亡的人数也都减少。反之，5大军团的压力也骤增起来。那7、8个丹炉正是在这一刻飞出，散发炙热的高温，通体赤色，看起来极为惊人，似乎其内蕴含了恐怖之力，一旦爆开，必定惊天动地。几乎在那7、8个丹炉飞出的瞬间，那些土著巨人一个个下意识的紧张，但却没有出现惊慌，而是目不转睛的凝望。与此同时，在距离此地有些范围的荒原上，黑色祭坛中的黑袍老者以及其四周的那些炼魂师，各部落大酋长透过水幕亲眼目睹这画面。黔驴技穷，这一招已经没用了。黑袍老者淡淡开口，神色冷漠，右手抬起掐诀一指水幕，顿时水幕扭曲了一下。紧接着，在那长城外的战场上，立刻有10多尊有着圆球般身躯的大兽咆哮中飞起。这些圆球大兽身体立刻膨胀，目中露出不屑，猛地张开大口，狠狠一吸。随着他们的吸扯，立刻这7、8个丹炉不稳，还没等落下，就直奔这些圆球大兽而去。在这些大兽相互争夺下，很快的就被7、8个圆球般的大兽抢到，吞了口中。那些没有抢到丹炉的凶兽似很不满，
低吼咆哮了几声。这一切落在荒原黑色祭坛的老者目中，他微微一笑，目中露出轻视。与此同时，丹炉被吞这一幕也被五大军团的修士再次看到。白灵沉默，五大军团的修士也都纷纷暗叹，唯独白小纯，他冷笑地看着那7、8个吞下了丹炉的大兽，目中闪动冰寒的厉芒。吃吧，你们多吃点才好。就在这时，闷闷的轰鸣声从那7、8个吞下丹炉的凶兽体内传出，他们的肚子一下子膨胀起来，可很快的就重新缩回，一切如常。甚至这些大肚凶兽还威胁般的向着长城低吼了几声，这才扭着身体就要退后。自然有大量的土著巨人飞出，守护他们四周，而鸡血之声也在长城外的战场上从更多的土著巨人口中传出。就这点本事吗？这法宝已经对我们没用了。长城上的豆子们，你们还有其他手段吗？这几个丹炉还喂不饱我们养的这些宠兽啊！真是愚笨至极，之前就没笑了，今天居然又扔出来。笑声刺耳，让每一个听到的五大军团修士都狠狠咬牙。若非是天人有令，五大军团只能固守，不可大量外出，那么他们一定会杀出去，让这些蛮荒土著血流成河。白灵深吸口气，一晃出现在了白小纯的身边，正要开口，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我发起火来，自己都害怕。白小纯眯起双眼，喃喃低语，听得白灵一怔。可还没等他发问，就在这时，突然的，那之前吞下了丹炉的7、8个大肚凶兽，在彼此后退时，竟猛地一顿。这7、8个凶兽四神色有了变化，他们的双眼竟在这一瞬直接成为了红色，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更是从口中不断的喷出粉色的雾气，甚至全身上下在这一刻都仿佛透出红芒。粗重的呼吸从他们口中传出时，更有嗷嗷的嘶吼一样回荡天地。在蛮荒土著巨人纷纷诧异的同时，这7、8个大兽竟猛地挣脱出四周土著巨人的守护，发狂一般在嘶吼中竟直奔那些巨人冲去，甚至还有2个竟是红着眼大吼着冲向同类，而其他的则是在这战场上，不管是土著巨人又或者是其他凶兽，只要是看到的就立刻嗷嗷大吼的扑上去，全部发情。尤其是这发情丹因在这些凶兽体内爆开，气流无法外散，从而如经历了4次炼化，使得威力之大难以形容。不管这些凶兽雄雌，都如有火炉在体内燃烧，失去了神智，彻底发情。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偏偏他们的口中还有粉色雾气扩散出来，那雾气所过之处，对冤魂没有什么影响，可对土著巨人而言影响极大。他们往往只是闻了几口就面色潮红，一个个目中露出茫然的同时，也瞬间赤红，大吼起来。一时之间，长城外战场上各种光怪陆离的混乱比比皆是，惨叫之声、凄厉之音，还有阵阵荡气回肠的嘶吼，让这整个战场彻底改变了，似乎不再是战场，而是成为了混乱之地。之所以效果如此惊人，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这发情丹内，白小纯还加入了致幻丹的药方，甚至一些主要材料他都不惜代价的去炼灵，这才使得炼制出的丹药具备如此惊人之力。这一幕幕让长城上的5大军团的修士都身体狂震，心神轰鸣，直接骇然，震撼无边。每个人都呆了，望着战场，呼吸紊乱，心神内似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滔天大浪。他们该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是什么丹药？天哪！无数的喧嚷从5大军团的修士口中传出，无论是寻常的军士，又或者10夫长、100夫长，甚至1000夫长以及10000夫长，都毫无例外，在这一刻被战场彻底震撼的失去了冷静。哪怕身为将军的白灵等人，也都一个个脑海嗡的一下，呆愣住了。甚至就连高塔上的巨幕顶端，此刻也光芒一闪，3眼老者陈鹤山，他的身影也都出现。以其天人之尊，在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都不由得吸了口气，看向白小纯时，露出无法形容的古怪神情。这里还是长城吗？此刻，所有人的脑海里都忍不住浮现出了相似的茫然。与此同时，对于这一切的创造者白小纯，这一瞬，他的名字已经深深烙印在了所有人心中。此生绝不能招惹这恐怖的白小纯。在这无数人吸气的同时，战场上那混乱不堪入目的画面，也被荒原上祭坛中的黑袍老者以及那些炼魂师，还有各部落的大酋长亲眼目睹。祭坛内外一片死寂，所有的目光都直直的茫然的看着水幕，没有人说话，连呼吸声都没有。良久才有轻微的吸气声慢慢的传出，这吸气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到了最后，甚至已经开始有人颤抖不已。半晌之后，一声声愤怒到了极致的怒吼从祭坛内外滔天而起。白小纯，我蛮荒与你势不两立，天杀的白小纯，你不得好死！通缉！整个世界通缉着白小纯，此人一定要死。他若不死，将是我蛮荒最大的耻辱。聚魂丹大成。望着战场上的一片混乱与疯狂，白小纯干咳一声，抬起下巴，小袖一甩：
我白小纯弹指间，土著与凶兽，敢不灰飞烟灭？白小纯傲然开口，带着一副高人寂寞的神情，大摇大摆地走下长城。长城上所有修士在看向白小纯时，都心神震颤，目中露出各种复杂的光芒，似敬畏，似忌惮，似恐惧。随着白小纯远去，长城上的一道道法器顿时开动，轰鸣之声随之而起。五大军团岂能放弃这样的绝世战机？瞬间冲出，摧枯拉朽。至于战场的结果如何，白小纯已经不需要去看了。他炼制出发情丹，为的就是让蛮荒的人知道，敢招惹他白小纯是要付出代价的。且这种发情丹也并非没有破绽，对手而言或许还好，可对土著巨人来说，想要避免有很多办法。这一次是突如其来，才会有如此惊人的效果。这一点白小纯心知肚明。他可也没打算将发情丹作为换取战功的手段，只是用这个方法让蛮荒一方忌惮，不敢再动用那种大肚兽来吞炸炉。哼，总是用炸炉这个方法，也并非长久之策，也该换一换了。只要聚魂丹出世，一切都可解决。白小纯从容的离去，赵龙等人跟随在后，他们的心神此刻还在颤抖，看着白小纯的背影，每个人都心底发毛。一想到发情丹的恐怖，赵龙也好，刘丽也罢，都觉得眼前这个白小纯可怕到了极致。这种人天生就应该出现在战场上。数日后，随着消息的传开，整个长城内的所有修士几乎都听说了白小纯的出手。那一幕幕画面被人不断的描述出来，随着传播，他的名字已经彻底轰动长城。尤其是炼丹时的恐怖以及丹药的可怕，使得白小纯在宫甲阁的居所四周，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大师纷纷心惊，全部搬走，小半个宫甲阁几乎都空了。白小纯眼看如此，索性大袖一甩，直接将这小半个宫甲阁全部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营地。与此同时，也因这一次的事件，白小纯算是立下了大功，获得了不菲的战功后，从10夫长晋升成为了100夫长。如此一来，虽然他的庭院庞大了数倍，可麾下的修士在补足之后，居住在内倒也不会空置太多。白小纯的名气在长城内因这一战彻底响彻的同时，在长城外，他的名字更是扩散开来，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扩散越发的惊人，以至于东脉的蛮荒区域内数百部落大都听说了白小纯这里，也听说了那可怕的发情丹下蛮荒的惨败，甚至种种原因之下，蛮荒对修士的必杀榜上，他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从之前的100名以内直接到了27位。他的前方修为最弱的也都是元婴修士，甚至在27位后面也有一些也都是元婴。白小纯可以说是这前50里唯一的结丹。有了极大的名气，又有了不菲的战功，甚至还成为了100夫长的白小纯，意气风发，在这长城内走在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来拜见。那种感觉让白小纯美滋滋的，越发觉得自己留在长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高兴之余，也会时而拿出铜镜，问这里面的假叶藏各种让假叶藏抓狂的问题。每次假叶藏都会要崩溃的说尽好话，吹捧的让白小纯都有些不好意思，才会罢休。与此同时，白小纯的修行也没有懈怠，更是用自己的战功换取了不少的丹药，一边尝试炼制聚魂丹，一边开始修行寒门养念诀。修行的速度实际上来说已经不算慢了，可白小纯每次一想到自己只要能换来一枚元婴丹，就可以直接攀升到金丹大圆满，他就会觉得自己修炼的太慢了。不过修为提高虽慢，可他的不死长生功却是攀升的极快。毕竟自从战场上扬名之后，白小纯的药道已让白灵震撼，对于白小纯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全力满足。哪怕也看出了白小纯在提出的药草里夹杂了不少的个人所需，也丝毫没有介意。在他看来，白小纯自身的价值才是最大。如此一来，有足够的药草凝聚出足够的生机，白小纯修炼不死长生功的速度自然暴增。他的不死经在不断蔓延下，已扩散到了他的左手，直至这一天深夜，白小纯的左手散发出璀璨之芒，在那光芒下，他的左手似成为了透明，可以看到血肉内的经脉流动着一芒，正覆盖全部手臂。白小纯睁开眼，看着自己的左手，半晌之后狠狠一握拳，虚无都传出咔咔之声。那种握拳的速度，甚至肉眼都很难看清。一股强悍的力量之感顺着他的左手涌现全身后，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左手内蕴含的恐怖的肉身之力。成了，我的不死经已修成为了双腿以及左手，如今还剩下右手、身躯以及头颅。当那3个部位也都全部凝练成为不死经后，这不死卷的第3层就算是被我彻底修成。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我想办法突破金丹，踏入元婴之时。而一旦到了元婴，我就可以修炼不死骨。一想到不死骨，白小纯使劲抿了抿嘴唇，目中露出神采，飞扬跃动。按照不死卷的说法，一旦修炼到了不死骨的境界，那么就相当于是触摸到了肉身不灭的境界。皮、肉、筋、骨、血，白小纯轻声低语。不死皮是防护，不死肉是力量，
而不死金是速度，至于不死骨，则是三者融合后形成的爆发力。白小纯想到这里，对于不死骨更期待了。不用说不死骨了，就算是如今，以我半身不死金的肉身之力，配合我的金丹修为，不知在铜镜中我能处于什么位置。白小纯有些自傲的抬头，他当初与公孙婉雕像一战时，虽是天道金丹，可毕竟修为只是结丹中期。那个时候，他的天道金丹也好，不死功也罢，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力。毕竟，就算再磅礴的流水，若瓶子口不够，倾尽全力也倒不出太多。可现在则不同，随着修为不断的接近大圆满，随着半身不死金，白小纯有信心与把握。若是再遇到公孙婉的雕像，自己想要战胜，轻而易举。赵天骄师兄能在结丹击杀元婴，我也应该可以。白小纯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他觉得现在的自己，若是全力以赴，其可怕的程度应该不会比赵天骄弱多少。于是他更自豪了。从今天开始，结丹后期以下，谁是我的对手？白小纯袖子一甩，哈哈大笑。好事接连而来，在白小纯左手不死金扩张后的第3天，这经历了大半年的炼制，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之后，在这一天的黄昏，终于有一炉聚魂丹在炼制出成品后，出现了让白小纯极为满意的丹药。这具魂丹已不再是黑色，而是金色，散出看不见的气息，扭曲了其四周的虚无，甚至拿在手中时，都可以感受到了这丹药内仿佛蕴含了一个黑洞。若是看的时间长了，还会有种仿佛灵魂都要被吸入之感。金色的聚魂丹在被炼制出的瞬间，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上品的程度，虽还有杂质，可这杂质已没有太大的影响。而这也是白小纯这半年来炼制出的最完美的聚魂丹。拿着丹药，白小纯激动不已，第一时间传音了白灵后，在赵龙等人的守护下，他直奔长城而去。到了长城时，白灵也已到来，看向白小纯后，他立刻就看到了白小纯手中那金色的丹药聚魂丹。白灵精神一振，正是。白小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拿着聚魂丹，目光炯炯看向长城外。丹位，长城外，这场持续了大半年之久的战争，因当日那场混乱，使得蛮荒震怒的同时，也让那些土著部落不敢轻易出现。如今在这战场上，土著巨人数量不多，大都距离很远，甚至就连凶兽也都少见，唯独那冤魂之潮还在不断的冲锋，撞击城墙，撞击光幕。虽效果不是很大，可因数量太多，也使得光幕散出阵阵光芒。不过很显然的，以长城的防护程度，这些冤魂还无法起到显著的效果，且长城上的法器也在运转中，一道道光柱激射而出。还有5大军团的修士有条不紊的出手，使得那些冤魂在撞击后大都被灭去。如这样的争斗，从长城存在的那一天开始就始终不断，灭亡的冤魂之多已数不清了。可蛮荒内依旧还是存在了更多的冤魂，尤其是这一次冥河被撬动，冤魂出现的数量比以往要多了不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深吸口气，目中带着期待，右手抬起向外狠狠一扔，立刻那枚金色的聚魂丹骤然飞出，化作一道金色的弧影，直接就落在了地面的魂巢内。砰的一声，在落地的刹那，这金色的聚魂丹没有如曾经的丹药一样碎裂，而是散发出金色的光芒。这光芒成为波纹，轰的一下从丹药内散出，猛地向外骤然扩散。肉眼可见，长城上的修士以及蛮荒中的土著都清晰地看到，那金色的波纹在眨眼间竟扩散到了方圆1000丈的范围。在这1000丈范围内，所有的冤魂全部身体一颤，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瞬息间，他们的身体就嗖的一声，直接就被那具魂丹猛地吸斥而来。吸力之大，如这具魂丹成为了黑洞，眨眼间，在无数凄厉的嘶吼中，1000丈范围内上万冤魂瞬间就化作了一道道魂丝，直接就被吸入聚魂丹内。这1000丈范围顿时空了，若仅仅如此，也不算什么。白灵也皱起眉头，毕竟这具魂丹之力看起来比炸炉似乎弱了一些。可还没等他去思索太多，就在这时，随着吸收了1000丈范围内的上万冤魂，这金色的聚魂丹其颜色急速改变，眨眼间就成为了红色。在成为红色的一瞬，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直接传遍四方，这红色的聚魂丹竟出现了2次杀伤，直接崩溃爆开。随着爆开，一道红色的波纹直接就覆盖了方圆万丈。所过之处，万丈范围内的所有冤魂全部身体一颤，如被净化一般，他们目中的凶残消失，露出茫然，而他们的身体也如狂风中的烟雾，顷刻间全部消散。在消散的同时，他们目中的茫然内出现了一丝清明，这清明的目中露出了仿佛解脱般的思绪。战场再次寂静下来，那些土著巨人一个个身体颤抖，看着那一枚丹药造成的堪比数十个丹炉一起炸开后形成的恐怖效果，他们下意识的就立刻后退。而长城上，包括白灵在内，所有人都呼吸带着急促，激动起来。要知道，虽这效果与数十个丹炉炸开相差不多，
可这毕竟只是一枚丹药。白大师，此丹是需要你去操控，还是人人都可使用？白灵猛地看向白小纯，激动地问道：“我白小纯炼制的丹药，当然是人人都能拿去使用。”白小纯看了眼长城外，也吓了一跳。这具魂丹的效果让他也很心惊，尤其是那些冤魂最后墓中的解脱之意，让白小纯觉得有种古怪之感。他也不知为何，自己的丹药居然还能2次伤害，且出现了那种如净化般的效果。没有人注意到，此刻的苍穹上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低头遥望大地。这是一个老者，虽看不太清模样，可若白小纯能看到的话，必定一眼可以认出，此人就是那守灵人。他的四周似有虚幻的水波荡漾，那是冥河之水。他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收回目光，走向远方，似融入到了冥河之水内，不分彼此。下方长城城墙上，白灵闻言，目中光芒明亮，仿佛蕴含了日月一般。好，此丹可否大量炼制？当然可以了，不过你也看到了，药草不够了，且大量炼制的话，丹炉也不够了呀。白小纯眨了眨眼，收回看向长城外战场的目光，一摆手说道。白灵狂喜，仰天大笑：“无妨，1000个丹炉够不够？至于药草，我一会带你去见星空道极宗的使者，你要什么，只要不是太过分，直接和他说就是，好吧？”白小纯知道这是白灵在提醒自己不要太贪，于是嘿嘿的干笑一声，琢磨着自己一会都要些什么。白灵深吸口气，他内心此刻无比激动，一想到以后自己的包皮军内每个修士若能人手一份聚魂丹，那么从此之后甚至能改变战争的格局，尤其是或许能从守护长城中走出，作为第一支杀入蛮荒内的星空道极宗内的大军，而这代表的功劳以及无上荣耀，必定可以名传千古。想到这里，白灵就忍不住心脏狂跳。目光从战场上扫过后，他再次看向白小纯。小纯，根据天人老祖的判断，这一次蛮荒发起的战争与以往不同，如今看似势头消退，可实际上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必定会有一场更大的冲击。那一战极有可能对方出现天人境的大能之辈，不过此事有陈前辈负责，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可在那一战到来时，规模必定磅礴，来临的土著与魂潮也将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所以，你不但要尽快炼制聚魂丹，还有就是你要想个办法，再炼制一些大威力的炸炉，最好炸开后威力是之前炸炉的数倍以上，越强越好。白小纯站在城墙上，闻言沉思起来。他心底不大愿意炼制出这种为炸炉而生的丹药，他觉得自己是药师，药师要炼的是丹药，而非炸炉。况且那炸炉只是炼丹时的意外，若是他刚来长城时还不好拒绝，可眼下白小纯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些脾气与坚持，毕竟自己是大师嘛。于是眼睛一瞪，摇了摇头。白君主，此事休要在……白小纯刚说到这里，还没等说完，突然的，他面前的白灵面色一变。与此同时，四周传来阵阵呼啸声与惊呼声。只见从长城外有上百道长虹，竟突然的呼啸而来，速度之快，竟一路不畏生死，直接临近。那是上百个土著巨人，每一个巨人的身体都有20多丈大小，显然在他们的部落中也是强者，身上更是散发出不俗的波动。这上百人呼啸而来，发起的冲击引起了长城上的注意，而他们的自爆看起来更像是寻死一样。在那一声声轰鸣中，在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后，有3道长虹竟诡异的从虚无中凭空出现，如3支利剑，以无法形容的速度，竟借助那上百巨人的自爆形成的掩护，直接就出现在了长城外的边缘，显露出了身影。那不是土著，赫然是3个在蛮荒内高贵的魂师。这3人2男1女，在出现后立刻出手，他们的神通诡异，带着妖异的绿色，化作了大手，直接轰杀而来。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只是刹那发生。白灵眼中露出金芒，右手抬起一挥，立刻一股大力散出，向着这3个魂师轰出时，白小纯也猛地看去。那3个魂师隔着光幕，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没等白灵的神通靠近，这3人竟彼此猛地自爆开来。两拨人接连自爆，必有重因。白小纯内心咯噔一声，立刻后退。就在这时，轰的一声，魂师的自爆形成了一股大的波纹，扩散四方。与此同时，竟有一个虚幻的身影，穿着灰色的长袍，骑着黑色魂马，居然从这3个魂师自爆的身体内猛地滋生出现，以一种超越了之前魂师的速度，瞬间竟然穿透了长城的光幕，直奔白小纯杀来。准天人的炼魂失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四周众人只有白灵反应归来，他面色大变，立刻阻拦。可那炼魂师已有死意，竟不顾一切，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猛地一指，一道绿气呼啸而去。白灵全力出手，也只是使得那绿气略缓，可依旧轰鸣中直奔白小纯，速度之快，结丹修士几乎无法闪躲。白小纯也是面孔瞬间苍白，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机从那虚幻的炼魂师身上爆发出来，而那绿气眼看就要临近自己。危机关头，白小纯大吼一声，
双腿不死金之力爆发，整个人在那危险到了极致的关头，轰的一声爆发出了超越结丹的速度，倒退数步，与那急速而来的绿气拉开了一丝距离的同时，白小纯寒气散开，直接瞬移出了100丈外，险之又险的避开了这一劫。而他之前所在地方，此刻被绿气轰然穿透，余波扩散，四周修士被波及，瞬间此地方圆数百丈内，所有包皮军的修士竟全部身体一颤，只要被这绿气波及，哪怕只是一丝，也都在这一刻身体直接化作了一滩血水，甚至连惨叫也都无法传出。眨眼间，数百丈内除了白灵与白小纯外，全部都是血水。数百丈外，包皮军的修士一个个都面色苍白，目中露出惊恐。白小纯喷出一口鲜血，全身骨头似要碎灭，五脏六腑都仿佛要崩溃，而这仅仅是被波及。看着四周的血水，看着那些修士顷刻间死亡，白小纯内心颤抖。你……白小纯刚一开口，鲜血再次喷出。好在他肉身实在强悍，且金丹之力扩散，这才免于陨落。虽然如此，但也受伤不轻。他吐着鲜血抬头时，看到那炼魂师的虚影带着遗憾，被来自高塔巨幕内的一道强光直接笼罩，蓦然轰杀。怎么会不死？怎么会没死？那炼魂师的虚影临死前目中露出费解，遗恨极深。原本按照他的判断，就算白小纯可以避开那一击，只要稍微被波及一点，以其结丹修为，必死无疑。毕竟他是炼魂师，更有准天人的修为境界，甚至这一次的刺杀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完全是突如其来。而且为了成功，蛮荒以上白土著巨人自曝为饵，再以3位魂师生命为遮掩，更是加上了他这样的在蛮荒内尊贵无比的炼魂师的魂魄。这一切就是为了击杀白小纯。可见白小纯在蛮荒内，他的存在已经让魂修杀意阴天，竟还是失败了。白小纯额头冒汗，之前那一瞬的危险让他强烈的感受到了生死一线。那3个魂师不俗，都是元婴修士，而那炼魂师更是与白灵相仿，都是半步天人，只不过因是魂体，再加上显然是以特殊手段付出惨重代价才穿透了光幕，故而只有一击之力。若非白灵在这里，白小纯就算速度再快，也都难免陨落。白灵面色极为难看，白小纯在他的身边竟差点被灭杀，这对他而言根本就是一种挑衅。而如今白小纯的重要程度，若是聚魂丹大量炼制出了也就罢了，可现在还没炼制完，一旦死亡，对战局都会有影响。此刻他焦急下，身体一晃，直接到了白小纯的面前，右手抬起一挥，竟拿出了一枚散发紫光的丹药，给了白小纯。这是神虚丹。白小纯一闻就立刻看出这是一枚疗伤圣丹，没有迟疑，立刻吞下，体内在瞬间就有磅礴的灵力与生机扩散全身，伤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好转。此丹奇异，白小纯心知虽没听说过，可必定是价值不菲，很有可能是白灵自身的保命之物。可如今他没心情去辨认那是什么丹药，而是猛地看向白灵。白君主，你当初邀请我在这长城上观看时，曾再三保证安全。白小纯深吸口气，内心此刻依旧惊魂不定。说完，他立刻又退后一些。白灵也郁闷，向着白小纯一抱拳，看向长城外的战场时，他目中露出杀机。炼魂师可以穿透长城光幕。白小纯没有生白灵的气，毕竟方才若非是他阻拦了一下，自己如今怕是生死未知，可却忍不住问了这句话。这句话是最关键的，也是让白小纯险些死亡的重点。因为在这之前，他虽警惕，可毕竟是在长城的阵法光幕内，从心底认为是安全的。其他人不可以，炼魂师有身体的话不可能，但若只是魂，则可以穿透阵法。不过只要踏入阵法，3息之内必定被高塔巨幕灭杀，所以已经很少有炼魂师如此了。白灵沉默片刻，沉声解释。白小纯呼吸为之一凝，死死地看了一眼长城外。此刻的战场，土著正在撤退，那些魂巢也都慢慢退后。小纯，此事是我疏忽了，你随我去见宗门使者，一切所求直接开口就是。白灵看向白小纯，大有深意地说道。白小纯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且明显是白灵给予自己的补偿，于是压下内心对方才危机的紧张，又狠狠地瞪了眼战场上那些土著，这才与白灵一起离去。很快的就到了在这主城内星空道极宗的驻扎使者所居住的地方。白灵当头大步走去，根本就不用通报，横冲直撞。宋一凡，出来见我。到了院子后，白灵低喝一声，很快的就有一个中年胖子愁眉苦脸的快速从房间内跑出，看到白灵与白小纯后，叹了口气，赶紧拜见。要什么？你和他说。白灵向着白小纯一点头，便不再理会，而是站在那里，抬头看着天空，似在沉思。白小纯深吸口气，此刻他觉得自己急需大量的资源来压惊，于是毫不犹豫的大开口：500年以上的地灵根，我要5000份。500年？5000份？这不可能！宋一多身体猛地哆嗦，
整个人仿佛是被踩了尾巴的野猪，猛地跳了起来，尖声开口，脸上的肉都颤抖起来。还有天龙果、七海参、飞龙鳞、神华草，每样1万份。白小纯不管不顾，继续开口：“还有九色火，我要100份。”宋一多怒视白小纯，正要开口时，听到了九色火，顿时整个人都快要爆了。不可能，没有，谁来也没有。还有恢复修为的灵酿，我要1万瓶。白小纯看都不看宋一多，继续说道：“元婴丹，我要100克。”说完，他又加了一句：“对了，至于那什么神虚丹，我也要100粒。”此刻，就算是白灵也都听得心惊肉跳了。白小纯要的这些东西，他琢磨着，就算自己传信给自己的亲爷爷，怕是也都要不来。至于宋一多，早就哀嚎起来了。他负责长城一应所需，若是花费多了，他自己会被责罚；可若是少了，5大军团也不同意。白小纯一摆手，看向白灵，白灵沉默片刻，苦笑地拉着宋一多到了一旁，先是低声，而后怒视，最后更是右手抬起，直接轰碎了一旁的假山，这才带着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宋一多归来。你说的那些里面的九色火、神虚丹，杀了他都做不到，其他的只能尽量了。至于元婴丹，我想想办法。白灵苦笑，赶紧带着白小纯离去，他生怕再耽误下去，白小纯又开口要什么。这个可以有。此刻的白小纯正在脑海里回忆自己所知道的好东西，还没等全部想起，就被白灵直接卷着身体飞出了宋一多的居所。白小纯嘿嘿一笑，他之前说的那些纯粹是狮子大开口，实际上只要对方能拿来一部分就足够了。此刻心满意足，他看了看身边的白灵，又想起方才的生死危机，白小纯忽然开口：“你刚才不是问我有没有可以让丹炉炸开后威力更大的方法吗？”白灵双眼一凝：“你之前不是说没有吗？怎么没有？有，这个可以有。”白小纯一瞪眼：“不就是让炸炉威力更大吗？此事简单，我以前曾经有一次经历，丹炉爆开后，差点铲平了一座仙山，使得那里一片焦土，草木不生。”白小纯咬牙开口。白灵闻言目中露出明亮之芒，说到底，他还是对于炸炉之事最为热衷，此刻连忙问道：“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丹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丹炉本身，我需要当年在血溪宗时的那种丹炉，具体无法形容。你让星空道极宗的人去逆河宗寻找血溪一脉少泽峰大长老，问明情况后，让星空道极宗按照规格准备类似的丹炉。他们的丹炉准备的越强，则炸开威力就越大。逆河宗是我本宗，还请白君主让星空道极宗的人客气一些。”白小纯又提醒了一句：“没问题。”白灵精神重新振奋，哈哈一笑，让白小纯自行回宫甲阁，他自己则转身直奔身后宋一多的居所。白小纯这才收回目光，走向宫甲阁时，他的心情才算平复下来，从之前的生死危机中恢复。一想到在长城上那极其凶险的一幕，白小纯的眼前就浮现出那位炼魂师带着冰寒杀意的双眼。为了杀我，蛮荒也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了。上百土著巨人，3位魂师，1位炼魂师，白小纯喃喃低语，打定主意，以后除非必要，再也不靠近城墙。他也心知肚明，随着自己炸炉的出现，尤其是以后随着聚魂丹的大量炼出，蛮荒魂修对他的恨意将越来越强烈，怕是到了最后，自己的头颅在蛮荒的价值也将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想到这里，白小纯心底微寒，有些害怕，也很发愁。我也不想啊，可没办法呀，立场不同。白小纯叹息，琢磨着自己10年后就走了，这才松了口气。不管了，反正10年后我就离开这里了。眼下最重要的，除了战功外，就是争取让自己尽快达到金丹大圆满，且不死长生功修炼到极致，只有这样才更稳妥。白小纯一咬牙，回到了宫甲阁后，立刻再次闭关，开始修行。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7天，也不知白灵与宋一多是如何沟通的。在这第8天到来时，星空道极宗不惜开启了传送阵，将一批批战略资源尽数的传送过来。到了晌午时，白灵亲自到来，在白小纯的庭院内，他大手一挥，立刻1000尊丹炉轰隆隆的凭空出现，落在了地面上。一个个储物袋也随之出现后，白灵深吸口气，再次挥手，这一次10个足有100丈大小的惊人丹炉自天而降，轰鸣间砸在地面时，大地都震动了几下，掀起尘雾四散，阵阵磅礴的威压从这10尊足以让人触目惊心的丹炉上散出，看得四周赵龙等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连连吸气。这是丹炉？天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丹炉，这哪里是什么丹炉，这分明是重宝。你看那材质，这是制作灭鹰舟所需的深海云铁啊！在这众人喧嚷时，白小纯也从入定中苏醒，走出阁楼后，看到那些丹炉，就算是他也都吃惊的吸了口气。怎么样？白灵哈哈一笑，神气十足。这一次，为了这些资源，他甚至都向其祖父哀求，用尽了方法，这才发动了整个星空道极宗的力量，
以东脉修真界之力凝聚出了这10尊无上丹炉。而逆河宗在这7天内也是震动不已，星空道极宗使者亲自前往，很是客气，问询颇多。白小纯的消息也因此传入到了逆河宗内，使得逆河宗无不振奋。还有这些是你所需的药草，这已经是我能开口的极限了。白灵一指地面上的众多储物袋，白小纯满眼热切，一晃上前，拿起那些储物袋，一个个查看后，他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快，到了最后，整个人面色有些赤红，目中露出激动之芒。虽没有元婴丹，也没有九色火，可疗伤圣药神虚丹却有实力，且其他白小纯之前所提出的药草，虽然数量没有那么恐怖，可都齐全。而他最关心的地灵根等增加生机之物，也都数量不菲。这一切让白小纯眉开眼笑后，连连点头，又快走几步到了那些丹炉面前。1000个寻常丹炉，他只是看了看就收回目光，重点是检查那10个百丈大炉。仔细观察后，白小纯再次动容，这丹炉的品质比他在少泽峰所看还要精湛数倍不止，且密封的程度以及上面刻画的阵法，都让白小纯这里内心震动。小纯，你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拿来了，其他的你给我一些时间，我去想想办法。眼下最急切的是数月后可能会出现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定要尽快炼制出聚魂丹以及这10个大杀器。白灵神色凝重，向着白小纯点头后，没有久留，转身离开。白小纯搓了搓手，双目冒光，在这10个大炉四周绕了2圈，目中光芒越来越明亮。片刻后，他仰天一笑：“赵龙、刘丽，你们100人配合我，咱们来练一次前所未有的超级大丹。”白小纯一声令下，他麾下的100人立刻称是。很快的，就在白小纯的要求下，10个大炉并列摆放在一起，在他们的四周则是上千丹炉呈环形，一圈圈屹立。可这些丹炉太多，庭院不够。白小纯一挥手，顿时他麾下的修士就直接将四周一处处早就无人居住的庭院全部拆开，使得范围增大，最终形成了上万丈区域，这才将这所有丹炉全部放好。首先炼制的是那10个百丈大炉，白小纯已有计划，知道这10个大炉非同寻常，于是不仅使用的地火精是平时的数10倍之多，甚至还把不少的火精直接扔到了丹炉里，又放置了不少可以在高温下产生狂暴气流的药草，每一种药草都是按照数百分的比例扔进去。不就是要炸炉吗？练别的我或许还需要想一想，炸炉简单。白小纯自信的身体一晃，在这10个丹炉四周游走，不断的放入药草，更是将之前炼制出的一些品质一般的聚魂丹，也都大量的分散的扔在了10个丹炉内。还有不少他储物袋内以前没吃完，如今也都没了大用的丹药，甚至他想了想后，还扔了不少毒药进去，似乎觉得威力还差了点。白小纯一咬牙，直接打开储物袋，将他始终留着的从开始炼丹直至如今所有他炼出的那些不敢自己去吃的怪丹，也都取出了不少。每个丹炉扔进去一些，到了最后，他自己也都不知道这10个大炉到底能炼制出什么古怪的丹药。反正所有能加大药力狂暴的，使得药力不稳的种种药草都被他扔了进去，这才心满意足的拍了拍手。差不多了。白小纯看着那10个大炉，目中也露出了期待。他也很想知道，这10个丹炉最终若真的炸开后，能炼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做完这些，白小纯休息片刻，又开始在四周那上千个丹炉中忙碌起来。